热水比冷水结冰还要快啊！这句话听起来多少有点违反常识，对吧？但这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叫姆潘巴效应，说的是同等质量、同等冷却环境下，温度略高的液体比温度略低的液体先要结冰啊。那我们一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啊。假如说我现在有一杯30°C的水，你现在有一杯70°C的水，我们同时放进冰箱里冷却，那么70°C的水，它想要变到0°C，它先要达到30°C啊，所以说它不可能比温度更低的水冷却的还快啊。但真实的情况是，如果你严格的控制实验条件亲手去做，你就会发现这种现象还真的会发生的。那么10次可能会有7到8次这个热水它比冷水结冰的更快啊。其实这个现象据说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人们发现了。当时亚里士多德就说，在加热过的水要比没有加热过的水更快的结冰。那么随后在漫长的历史中，据说弗朗西斯培根、笛卡尔都描述过相同的现象。由于太过的违反常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那么直到1963年的时候，一名来自这个坦桑尼亚的初中生姆潘巴在学校里做冰淇淋的时候，又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当时为了赶紧占冰箱里的空就把还没有冷却的热牛奶放进了冰箱里，结果就发现在相同的时间里，他的冰淇淋比其他人的要冷却的更快。那么随后有一个大学的物理教授过来访问，那么姆潘巴就把这个现象告诉了这位教授。那么教授回去一做实验还真是这样的，结果他俩然后就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么这个问题就正式成为了一个学术界的难题那么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其实这个问题现在想来的话也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只考虑水的温度这一个因素的话，那么高温物体它肯定这个降温的更慢但是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吧？比如说一开始人们认为这温度高的水和温度低的水中的杂质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杂质可能会它会充当这个水在结冰时候的凝结核，对吧？那结果人们就用纯水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就排除了这一点说明跟这个杂质是没有关系的。当然还有水中溶解气体的这个影响这个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了2012年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就悬赏1000英镑征集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当时全世界总共有22000名科学家参赛到2013年的1月10号就宣布了获胜者，是来自克罗地亚的一位物理学家，他的答案是对流，说的是液体降温速度的快慢不是由液体的平均温度决定的就是不是单纯的这温度一个因素决定的是由液体的温度梯度决定的。当热的液体冷却的时候，它内部的快速对流可以更快的把内部的热量带到外层，这样水的表面散发的热量就越多，所以它降温的速度就快那这个答案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又觉得好像有点问题所以在2013年的10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物理学家他们也发表了一篇论文，并且声称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水分子的氢键那么这是目前唯一一个看起来比较合理的答案我们先说一下啥是氢键。我们知道水分子是由2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氢原子和氧原子之间分别共用了一个电子就达到了它们外层的饱和状态，这叫共价键。但是水分子之间它们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也会倾向于聚集在一起，这就说明水分子和水分子之间也有这个相互作用力。这是因为一个水分子中的氧原子它虽然它的最外层的电子已经饱和了，但是它还是会去吸引另外一个水分子氢原子的，它俩之间这种微弱的结合就是氢键。当水是固体的时候，我们知道水分子的动能比较小所以水分子之间会通过氢键这个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规则的晶体结构。当水被加热的时候，水分子的动能就增大了，它们之间的氢键就会被拉长的，甚至会拉断的那么当水达到100°C的时候，那么水分子的动能会更大，它就会逃逸这个其他水分子的束缚，就会发生气化，对吧？那么所以水分子之间的氢键更像是一个绑在2个水分子之间的橡皮筋一样，那么水温高的时候，这个橡皮筋就会越拉越紧之间就会储存很多的弹性势能当水要开始降温的时候，就像是橡皮筋拉紧的橡皮筋突然松手一样这个回弹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它这个能量就释放的更快，所以热水就比冷水降温的更快那这个解释是不是听起来还不错其实很有说服力但就姆潘巴效应这个问题所有的叙述都比较笼统对这方面的研究还真的不多，可能是这个话题并不能引起科学家的兴趣不过我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家里试着做一下这个实验这个也挺简单的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啊，理论科学，我们一起加油啊，一起努力。好，拜拜。